嗨，大家好，我是乐趣飞镖的 JJ。昨天发布了那个飞镖大使的这个活动，非常好奇，所以来跟你聊聊天。来问你一下，这究竟是什么东西？这是其实这个计划从一开始看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在做，那就非常有兴趣。那也跟 Darts Life 台湾洽谈很久，但是他们因为一些缘故，所以一直没办法前进。对，那所以我们转个方向，那就由我们乐趣自己来做。对，那刚好今年也有了品牌的一些资源。对，所以我这边刚好整个资源的完整跟支持度就是有建立起来，所以就有了这样的一个计划，这样。哦，所以以前台湾都没有？台湾应该没有吧？对，没有。对，好，早期我是有做过类似像校园大使，对，就是但是第一个是因为以前经验不足，然后再来量能也没有很够。那再来是成效，就是也是有待加强，所以就是整合了一些资源跟经验，对，那我们就是把这个计划重新整合以后，那我们出发，对，那受众就不一样，就是不只有学校的学生，对，那包含了一般的社会人士，甚至说不定到最后有那种60-70岁的阿嬷 KOL 来报名，我们也是相当欢迎这样子。如果成为了这个活动的飞镖大使之后，他需要做什么事情，或是你希望他可以做什么事情？我们的飞镖大使有分为2个类型。那第一个是教学型的，那主要它会是在各个场馆里面游走，那去协助就是不认识飞镖的客人，或是刚接触飞镖的玩家，那他们可以去可能建立账号啊，然后或是熟悉机台的操作，那甚至了解游戏的内容，那发掘飞镖好玩的地方。再来是 KOL， 那当然就是希望有一定的社群影响力。那在不同，甚至可能结合不同的领域，对，你本来可能是打电动的啊，或是玩羽毛球的，因缘机会认识了飞镖以后，把飞镖推到不同的领域的族群里面，对，那这才是就是有机会真正扩大飞镖的。怎么讲？就是让更多人认识飞镖。对，好，那刚刚就是你有提到说，其他国家已经有这个飞镖大使，像新加坡嘛，你刚刚说新加坡还有马来西亚。新加坡跟马来西亚，那他们主要在做什么？就是他们的模式是什么？我们是跟他差不多模式吗？还是说会有不一样的？他们的模式，根据我看到，其实他们像官方有帮他们拍摄一些宣传片，那甚至他们有做一些教学。那实际的内容，因为我不是那边的大使，那我也不是那边的单位，所以这方面可能没办法了解很深他们的目标跟需求。对，但是我这边的目标跟需求就是很明确。对，我希望就是可以让更多人可以熟悉整个 Darts Life 的机台跟飞镖整个的一个体验。那甚至说我们现在有了 Target Sport Japan 的合作，那也可以认识更多 Target 这个品牌这样子。好，那如果成为你的飞镖大使之后，不是你的，成为你们你们的飞镖大使之后呢？有什么限制吗？或者是说会有什么福利？这应该是有些人想知道的。限制的话，当然可能会有一些限制啦。对，当然就是不能就是我们还是会有一些算品牌的限制。对。对，那毕竟就是我们还是有我们属于 Darts Life 的一个系列的一个方向。那再来就是福利，我觉得第一个是，其实很多的学生啊，或是玩家，他们并不知道说怎么样去打造自己的价值。对，所以我会希望说，透过这个活动，那就是让大家对于自己的一个价值的塑造，然后个人的品牌。对，所以这不是只有
乐趣飞镖大使这个品牌，对它其实也帮助了参与这个活动的玩家，他去打造自己的一个能力。对。那再来就是当然就是会有来福币的一个支持，对，那在支持他们可以去场馆跟人家互动啊，或是他们的练习等等的，对，那对他们的平常都有帮助。那当然最后也会有Target 的一些系列的一个产品的支持。好，那我看到你们有分2个面向，就是要找2类的飞镖大使嘛，一个是教学型，另外是 KOL 型，对吗？理解没错嘛？那 OK， 那就是可以分别讲一下你需要的人的特质嘛，比如说你教学型的，你想要大概什么样类型的人，然后 KOL 是什么样类型的人，就是你需要什么样的人？教学类型的人，当然你就必须要很有热情，对，那你可以去在不同的地方，然后都很愿意去分享。那我觉得有一个特质也很重要，就是当你被拒绝的时候，你也不会觉得难过，对，因为有时候我们去跟别人互动，那有时候有一些人们他们会比较就是拒人于千里之外，那里面就是会有一些就是心理小小的受伤，对， OK， 这是可以训练的，对，当这样的一个经验之后，如果你发现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对，那可以克服这个困难，对，那我相信就是在推广飞镖上面，你更可以就是畅行无阻，你不会觉得说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而是当你有就是每推荐一个成功把飞镖推到每一个人身上的时候，那一点一点的累积，我觉得都是一个很棒的事情。OK， 那 KOL 呢，当然就是你必须要了解说什么是 KOL， 那他所需要的能力有什么？那我们会把这些项目跟指标，然后教你，那甚至引导你去怎么样去建立自己的品牌，那跟你自己的品牌跟我们的品牌去做连结，对，那把这个 That's Life 把 Target 对，那带给全世界这样。好 ，OK。那我听起来那个教学型，它的 TA 大部分是没有接触过飞镖的人，是吗？其实我觉得也不完全是其实像以 That's Life 的一个等级的分配，我觉得大概10级以下都是一个受众，那包含很多可能没有接触飞镖的人，或是接触飞镖的人，对，那当然我们会依据我们的飞镖大使的能力，那他当然就会有不同的 TA。对，那以乐趣的店员来说，他们之前在尝试我们这个飞镖大使计划的前导计划，那他们的 TA 就是没有玩过飞镖的人，或是大概 That's Life 等级5以下的一个玩家，对，这些都是他们的受众。对，那我们就是测试了一个状况，其实非常良好，对，所以我们就是更大胆的把这个计划扩大，然后延伸到全台湾这样子。所以你们已经有自己小小实验过了，然后觉得成效还不错，蛮喜欢的，然后再延伸到全台湾这样子。对，成效是非常非常的棒，对，就是以乐趣里面，对，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成效，我觉得就是很不简单。所以说，我说就是如果有更多这样子飞镖大使的种子，那他在全台湾各地，然后去发光发热，那我想就是更可以带领台湾整个飞镖的文化跟风气热度这样子。OK， 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的成效的那个例子吗？就是你们在你们店里做的成效啊，比如说你有什么例子是，他本来好像还好，然后因为你们更喜欢飞镖了，有吗？就是大概你就从2件事情，第一个是申办会员卡的人数，对，然后再来就是回访的人数，对，然后跟maintain 他们维持就是持续来的人数，对，以像现在我们这个计划大概从1月开始进行了大概2个月到3个月，那维持的一个跟回流的人数比例大概都有20% 到40% 之间，那这之间的人，他们就是游玩飞镖的次数，每个礼拜都大概到2到3次以上，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成效是就是有达到我的就是当初设定的目标这样子。
OK， 好。如果说今天成为你们的飞镖大使之后，是说假日都要留给你们吗？他如果一般有工作的话，没有啊，没有，当然就是你要去，就是你用你自己可以的时间，对，那甚至就是你想做就做，对，但是我们还是会有一个固定的检讨跟就是类似研习啊这样子一个会议，对，工作方对，不要讲研习那么的就是生硬，对，用工作方的概念，对，拿来就是互相讨论跟成长，脑力激荡。对，我相信就是透过大家的经验跟分享，然后集合起来，一定可以让这个计划又往上一个阶层，这样子。好，所以就是他闲暇之余，就是他有空的时间都可以投入这件事情，就 OK 了，这样。对啊，因为这毕竟不是一份职业，台湾目前还没有真正的职业的飞镖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都是就是以就是你闲暇之余，对，那就是可以去推广飞镖，对，这样子的概念就好。OK， 好，那JJ 这边有什么要再补充的吗？补充吗？我觉得这是一个双向成长的，对，然后不只是成就了我们，对，那我们也希望就是成就每一位飞镖大使，对，那就是可以让各位站上就是更高的舞台，对，让更多的人喜欢你，更多人喜欢飞镖。好，就这样。OK， 应该就录到这吧，应该就录到这。OK 啊，没问题的。